到了半决赛，其实也是很难讲了，因为都已经打到这种程度了。然后他要做最后的演出，小齐，哇！这位朋友，中专就是他观察世界的视角，摇头晃脑是他的表演风格。哎，不押韵啊！他的表演将直接决定待定区是不是就一锤定音。掌声欢迎小齐！小齐，小齐，小齐！谢谢各位！我还没有习惯你们这么热情啊。节目不播出了吗？真的有很多评价，有些好评，也有些锐评，说这小子晃得我头晕，跟个迎宾的气球人似的。太有想象力了，朋友们。在大家看来，我的脱口秀就是各位好，我是小齐。谢谢各位，我小齐。我解释一下，我晃是因为我有 ADHD 注意力缺陷与多动障碍，啊，别怕，不传染。真的能确诊，太开心了，你懂？我之前一直以为我多动分神，然后情绪冲动，干啥啥不行，是因为没文化。啊，原来是脑子有病啊！吃药就能好。之前我可绝望，之前我以为得看书呢。我小时候没人懂 ADHD，你知道吗？家里就觉得我意志力不坚定，就教我克服困难，就一摔倒，我爸在那儿自己站起来，让我扶你。当时我特别疑惑，就爸，那你为啥要绊我呢？他一直这样，属于伴我成长了。但大家现在很包容，对吧？我朋友知道 ADHD 这个病有个症状，就干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就会容易冲动、耍小脾气。然后我在耍小脾气的时候，他们开始夸我，说我特别棒。当时我想，原来有病跟有名一个样啊。我都想再找俩人搞个组合 ADHD Boys。一上来跟着我左手右手一起。喜欢弟弟的粉丝别给我一般见识啊，我是精神病。就得利用起来，不要有病耻感，朋友们。我现在都骗导演组，我说 ADHD 呀，必须进决赛。他们不信。真的很难受，情绪会冲动。比如一录节目在这坐6、7个小时，我一 ADHD， 朋友们，我要坐得住，我上什么节目啊？我上大学行不行？没有情绪了，你懂吗？他们段子我看100多遍了，我还得装着呢。好笑，好笑。ADHD 还有个问题，就是感兴趣的超级集中，不感兴趣的你知道一点也忍不了。我们干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就死。我小时候一直不理解那些教大家克服困难的故事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愚公移山，听过吧？啊，都上过小学。我一直觉得愚公就是一个 ADHD， 他就是爱挖山，不然谁能挺住吧？我觉得可能都有人劝过愚公，说别干这玩意儿，这玩意儿不挣钱。不行，哥们儿有瘾。闻鸡起舞，爱闻鸡。悬梁刺股，爱纹身。后羿射日，爱吹牛。我也有我爱的东西，就是脱口秀。具体点说就是爱吐槽。我第一期还吐槽了 rapper， 你们听到了吧？对，我还爱蹭。rapper 一个回复没有，反正 rapper 粉丝在给我发私信说，随便找出一个 rapper 学历够你考2辈子了。我说怎么
rapper 都有中专双学位。美容美发与汽车修理双修，唱的歌都是开着我的小跑车自己修的。我知道我不该吐槽他们，但我的吐槽都源于爱。我之前特别爱艾弗杰尼，你们认识吧？哦，他当时第一次在说唱节目出现，玩的那种最纯正的西海岸匪帮说唱，特别酷，特别反叛，一上来特别凶，跟个土匪一样。当酒精浸透你的神经。你们也没吃过好的。我特别喜欢这种小狗咬人这个劲儿，你知道吗？感觉有个 rapper 在对着你那种什么，初生狗犊子不怕虎。然后他居然为了上节目出了一首合作的翻唱单曲，叫什么？咱们工人有力量。我当时感觉很冒犯，我正经当过工人。我说艾弗杰尼跟谁攒的呢？咱们工人你那样，你白胖的，你哪管改歌名唱什么？咱们工头有力量，工头有力量。他唱的时候不小心露出那种习惯的匪帮手势，你知道吗？一边唱一边在那，哎，咱们工人有力量，咱们工人这样。美国工人这样吧？中国工人这样干啥呢？这是抽利群。拿着我们的工具电钻，我们工人干活的时候跟 rapper 一个样啊，流水线上干就起范儿了，突然变。我是三工厂的0423 ，AKA 劳动模范。Listen， 大了3个螺丝。给面子。1天50工资。我工长不抽我，我工长得对着我脸跟我说，哎 ，hold up。我觉得肯定形势所迫，要不可能说从国外留学回来玩干死他的。啊，突然跟他经纪人说，Hey bro， 我想当 worker， 因为咱们 worker 有 power。干嘛呀？我特别烦那种一上节目就开始不做自己就开始变形的人，你懂吗？直到我也上了节目。理解他们，成为他们。我之前在线下是那种著名的，你知道，吃不着葡萄说葡萄是转基因的。因为去年选拔没选我，我跟他们一起比赛，然后看着他们线上演员，你知道，干净炸，受欢迎，当时我嫉妒的，你知道，什么时候塌房啊？那导演还问我说：“能看出这种线上线下这种质感的差距啊？这资本家会让人内斗啊！”我当时想，我就装不了，做不到吗？我一 ADHD， 我做不到像他一样线下傻直男好几年，一上线说：“姐妹们，我是个美妆博主啊。”不能告诉你们是谁啊！咱也其实可以说，因为他已经完全听不到了。
不好意思，线下写的段子，咱也没想到能见面呢。当了1年小黑子，面基了。一见面特别喜欢你，浩哥，特别喜欢你。你是我师傅啊。我见面真的是黑转粉了，你知道，因为我发现他是真爱化妆。这就我喜欢脱口秀的原因。虽然有人不理解，但大家都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说自己热爱的话。我知道这篇可能有争议，但没办法，哥们儿有瘾。谢谢各位小齐，拜拜。来，小齐锁票倒计时。哎，小齐，我问一下，你是骂人真的有瘾是吗？哦，不能说有瘾吧，是自己的艺术坚持。就是我，因为我讲脱口秀最开始就因为快抑郁了，没有人说话，也没有人听我说话，然后我有些很重的情绪，然后在台上发现我骂出来大家会高兴，然后这就一直是我的喜剧初心啊！太棒了，运气好，没挨过打，是不是？一直啊，是扛揍，是扛揍。我想问一下，就是目前好像美妆赛道只有一个人啊。对不起。哎，这位朋友，你听了小齐的表演之后，你的感受是？我直面黑子。哎，天哪！艾弗杰尼在现场吗？没有，我个人感觉直男肯定也可以当美妆博主嘛。而且我听说小齐其实私下有悄悄学过化妆。对。但就是没有学太好，我觉得可以交流。然后我也解答了一个疑惑，我终于知道骂我那条私信是谁发的了。我真的很嫉妒他，其实我就是嫉妒他，在线下不认识开玩笑。我真的学过化妆，然后没有人觉得我该这么精致，你知道吗？我把那粉底蹭到卫衣上，然后我朋友见着我说：“你该洗澡了吧？你都掉色了。”小齐其实在这个舞台上也经历了变化。对的，对的，包括中间有那么几场有点没找着劲儿，对，在找自己的那个劲儿，反而是到了这个半决赛，好像彻底回到了第一场的状态。就还是大家对我的鼓励很重要啊，没压力了，没啥了，都到这儿了，都马上进决赛了。哎呀！看不就是我们5个人？这位决赛选手啊，看一看这边的朋友啊。拜拜5个兄弟们啊！拜拜这个6位，他们还有6位啊！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！我觉得小齐要评价一下小齐的表演吗？我觉得我们的肢体语言是最好的表达，已经好到无话可说。啊，谢谢。那我们看一看，待定区是不是就此大局已定？应该有悬念哈。是啊，有悬念。那怎么办呢？太好奇了，哎呀，这是谁呢？咱们是谁呢？谁呢？哎呀，好激动啊！这会儿我们关心的不是小齐的命运，我关心的是下半场的每一个人和待定区的人都有仇，用尽全力让你不说那些话了。让我们来看一下，首先小齐拿到了笑笑团的4灯，小齐要不要直接晋级总决赛？要不要？不要，还有得选吗？请看，咱们5个做到底了，坐穿了。掌声送给小齐，祝贺小齐晋级总
总决赛。没事。有6票是我的啊，6票分6票给我。本人小齐在这里郑重向艾弗杰尼先生跟贾浩先生道歉，对不起。希望你们不要跟我们一般见识啊，就是我真是精神病啊。本人在段子里陈述的观点和态度纯属个人行为，与节目组无关，也不代表平台立场。绝对无意冒犯艾弗杰尼先生跟贾浩先生的名誉权、姓名权以及保护作品完整权啊，顶多有一点不正当竞争啊。如果要提起诉讼的话，希望你们不要诉讼，我求你了。最后要鸣谢一下帮我写这道歉声明的提供的帮助的法务老师孙熙，谢谢了，孙熙，谢谢了。也向艾弗杰尼跟贾浩老师的粉丝。一起道歉。我也是艾弗杰尼跟贾浩老师的粉丝，这是真的。那为什么当时会决定在半决赛讲这个？可能有人想当明星，我挺想当小丑的。我觉得小丑会挺快乐的，然后挺有价值的。在我自我看来，就是一篇哗众取宠，但是又很有意义。因为我觉得，就你的姿态越低，你能说的话越多。我如果就是成为明星了，我可能啥也不能说，我就会特别难受。我觉得小丑是可以说一些怪话，观众说我不觉得你是榜样，但你给我带来快乐，我挺喜欢你的，就那种就 OK 了。小齐的爆发在我心中是出一口气的，我就是觉得这些混不吝的人，这些看上去迷人的混蛋，他们一点都不好看，但是他们很迷人。这句话我真的很不敢在台上说，我也就后台敢说这句话。我觉得大家现在眼中有太多好看的人了，但是很少有迷人的人。好看跟迷人是两个概念。我觉得小齐，然后高寒、小四爷这些人是迷人的人，他们并不仅仅是一个好看的人。